在中国，几乎每个区域都会在一定时间内将某项工作置于最高级别、最优先席位，集中资源，全力攻坚。对于这样的工作，我们称之为1号工程。而这一次，广西把未来数年1号工程的位置交给了一条贯通山海的世纪运河。2022年8月，广西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随着一声开工令下，平陆运河正式拉开全面建设的序幕。从西江畔到北部湾，这项总概算投资727.19亿元、工期52个月的广西1号工程，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自主设计修建的通江达海运河，也是继京杭大运河后最具战略意义的跨世纪水运工程。它将以135公里的蜿蜒脉络，在10万大山间劈开一条黄金水道，铺就西南地区连通东盟的陆海新通道蓝图。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继续讲解中国超级工程系列之平陆运河。一切都要从这张地图开始。除了海南省、台湾省以及南海诸岛之外，这里清晰地标注了我国璀璨夺目的55个沿海城市。而在这55个熠熠生辉、光彩照人的城市之中，其中的绝大多数城市都曾在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历程中，在交通运输、文化交流等诸多重要领域承担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而广西地处中国南部，北回归线穿过了该自治区的中部。广西的东边紧邻经济活跃的广东省，南部则与海南省隔着北部湾相望，西边与云南省接壤，西北方向与贵州省相连，而西南部则是与我国邻国越南的边界，这条边界线长达800多公里。广西的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四周被山地和高原环抱，中部和南部则展现为丘陵与平地，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盆地——广西盆地。广西的土地总面积达到了236700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2.5%， 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9。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是广西的一大自然奇观，这种地貌广泛分布于广西的西南、西北、东北以及中部地区，总面积约占全区土地面积的 37.8%。当我们谈到经济发展状况时，广西却略显尴尬。2024年上半年，广西的 GDP 总量为13115.57亿元，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排名第19位。这一数字与同为西南地区的重庆市相比，后者以15138.24亿元的 GDP 总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中的第4位，差距显而易见。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相比，更是相去甚远。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广西的地形地貌和交通布局有关。广西的平原面积有限，主要集中在山前、河谷及入海口处的三角洲地带。加之虽然拥有4万平方公里的北部湾海域，但受地形影响，大型港口的建设困难重重。现有的防城港、钦州港和北海港，尽管区位优越，却难以扩展规模。经济腹地相对狭小，与内陆核心区域的联系也不够紧密。面对这样的困境，广西没有止步，而是积极寻求破局之道。在沿海的55个沿海城市中，在地图的西南角落同属广西的钦州、北海、防城港3座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始终是沿海光环笼罩下的一片被遗忘的角落。明明天生就坐拥得天独厚的天然深水良港，以及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这把金钥匙，却始终未能获得与其禀赋相匹配的地位与应有的瞩目。即便时至今日，北部湾港区已然跻身中国港口吞吐量的前10行列，然而当人们提及广西的海，脑海中浮现的似乎永远只是一片拥有绝美银色沙滩的景象，以及令人心驰神往、魂牵梦萦的绝佳旅行目的地。与那面向浩瀚海洋、充满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的繁华盛景相比，现代的蓬勃活力与历史的深邃厚重，二者之间并无直接而紧密的关联。广西的海向来以其低调内敛、不是张扬的姿态存在着，广西的江河也总是显得格外深沉、静谧而富有内涵。那蜿蜒穿行、奔流不息的西江，是广西最为关键、举足轻重的水系命脉与生命线，同时也是中国最为繁忙、货运量巨大的内河航道之一。每年承载着超过2亿吨的庞大货物运输量，从西江的滔滔江水奔流而过，但其丰沛的水量最终却大部分汇入了遥远的珠江三角洲。
由于巍峨连绵的10万大山的重重阻隔，这条宝贵的黄金水系本可以滋养一个繁荣兴盛的世界级大湾区，却遗憾地未能有机会对自己的故乡土地有更多的哺育与灌溉。虽濒临大海，境内却没有能够通航入海的江河。广阔的世界明明近在咫尺，却不得不辗转周折，舍近而求远。这便是广西深藏的无奈与慨叹。这同样是整个中国西南地区水运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一大憾事。如今是时候开凿一条运河，劈开那连绵不绝的巍峨群山了，实现通江达海、连接世界的宏伟梦想。平陆运河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自主设计并修建的第一条能够通江达海的运河，也是继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之后，一个1000年等一回的世纪性伟大工程。它从广西南宁衡州市的平塘江口扬帆起航，开启壮丽征程，一路穿越长达135公里的壮丽山川与辽阔无垠的平原，直抵北部湾的钦州港。这条运河的诞生，不仅是对地理阻隔的突破，更是中国地缘战略棋盘上的一步妙手。早在1915年，督办广东治河市一处作为当时专门管理珠江水利的机构，就曾针对平陆运河进行勘测规划工作。中山先生也曾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打通珠江、西江及北部湾关于开通平陆运河的宏伟构想。这一构想一直延续到2020年前后，平陆运河被正式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蓝图，并且成为2035远景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庄严地列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等一系列国家级重大战略规划，得以统筹各方资源，全面推进工程建设，最终升华为承载国家意志的国字号世纪工程梦想。长久以来的期盼，终于要逐渐成为现实。2022年7月，平陆运河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获批，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也顺利通过。仅仅1个多月后，平陆运河便正式拉开了全面开工建设的序幕。整个建设工程的工期设定为52个月，工程的总概算投资约为727.19亿元人民币。回溯最初人们谈起这条运河的构想时，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往往就是贵。的确，单公里近5.5亿的投入堪称天价。但如果我们换一个体系来评估这一条运河的价值，也许这个印象会截然不同。众所周知，水运在经济性的这个指标上堪称运输的性价比之王。今日西南地区的大宗货物若要远渡重洋，其多数之所以仍旧选择奔赴那路途更为遥远的珠三角地带，而非近在咫尺的北部湾港口，究其根源，正是得益于沿着西江这条黄金水道顺流而下。它蜿蜒流经广西与广东2省腹地，能够直接借助四通八达的珠江水系网络，享受其得天独厚的低廉水运成本。而即便是广西本地产出的各类货物，若想取到北部湾扬帆出海，都不得不被迫选择成本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公路或铁路运输方式。然而，当平陆运河正式建成并通航之后，无论是来自西江上游的各类货物，还是广西本地出产的各种丰富物资，便都能够直接经由北部湾港口驶向广阔的海洋，一举大幅缩短了超过560公里的漫长内河航运距离。预计每年可节省下高达50亿元以上的巨额运输成本，大约仅需15年时间即可完全收回全部投资成本。如此看来，是不是感觉单公里5.5亿造价的成本也显得不那么昂贵了？但请先别着急，我们的这笔经济账还远未算到尽头。倘若我们将思考的维度再拓宽一些，平陆运河的价值远不止于一个省字。它更为宏大的作用在于推动区域间进行更为科学高效的资源配置。事实上，即便是被誉为中国内河航运的黄金水道，西江早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堪重负。在最近2年间，作为西江航运干线的关键咽喉要道，梧州、常州水利枢纽的船闸，其货物通过量甚至已经超越了长江三峡枢纽。每逢运输高峰时段，船舶拥堵已成为一种常态现象。在情况最为严重的时候，船舶甚至需要耗费长达1周的漫长时间才能得以通行。而随着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既能让广西内河航道实现组网成功的宏伟蓝图，也能够达成对西江下游航道进行有效分流的重要目标。而倘若我们的视野能够放得更为宽广辽远一些，平陆运河则能够与陆上交通大动脉紧密相连，融为一体，使得西南广袤腹地能够直通东盟各国。
让那些进口的宝贵能源与基础性战略资源运输过程更为安全可靠，流转效率更为高效顺畅，也让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之路变得更加快捷通畅，更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而北部湾港未来也必将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往来水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与关键节点。因为北部湾作为中国西南部地区最重要的出海港口，与东南亚、非洲以及欧洲、大洋洲的航行距离最短，却因地理分隔无法充分发挥其价值。平陆运河的建设正是为了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之间的天然屏障，实现江海直达，让广西的船只不再需要绕行广东，直接从北部湾出海。自此之后，广西的任督二脉将被彻底打通，而其惠及的范围将是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从成本投入的角度来看，平陆运河的造价确实非常高昂，但从长远收益上计算，平陆运河的价值同样不可估量。然而，若要让这两大宏伟目标都能如期顺利达成，平陆运河的建造之路也就注定充满艰辛与挑战。那么，究竟有多难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它创造的一系列非凡记录中找到答案。平陆运河是按照我国等级最高的内河航道标准进行设计与建设的，设计要求能够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而这样的黄金水道，在我国总里程长达128000公里的内河航道网络中，其所占的比例尚不足2%。首要的难点就是运河的建设涉及到大量的拆迁工作。由于运河修建利用了很多原有河道，而这些河道上原有的31座跨江大桥，大多数在建设时并未考虑到船只通行的高度需求。为了满足运河未来通航5000吨以上船只的要求，相关部门决定对现有的15座大桥进行拆除，包括永福大桥、金海湾大桥等。这些大桥中有的甚至刚刚建成不久，同时还需要对运河附近的1万多套房屋进行拆迁。这无疑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平陆运河同时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土石方工程量最为浩大、施工规模最为宏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其预计开挖的土石方总量将达到惊人的3.39亿立方米，其工程规模之宏大，约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3倍之多。倘若我们将这些开挖出的巨量土石方全部用来修筑一道宽度与高度均为1米的巍峨长堤，其绵延的长度足以完整的环绕地球赤道整整7圈有余。这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条实现了从设计、建造到运维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化的运河。精细的 BIM 模型能够高度精确地模拟和推演船闸复杂的调度过程，以及水文环境的动态变迁和潜在地质灾害的智能预警。航道沿线密布的先进5G 传感器网络正实时不间断地监测着长达134公里航道的详尽温度数据，以及湿度和结构应力的每一丝细微变化。展望未来，整条运河的所有运行动态与细微状态都将能够通过一系列先进智能的数字化技术来全面掌控与精准调度，构建一幅生态壮阔的全景总览图景。调度智慧由一颗智慧大脑统一掌控，物流服务实现一键即可触达的便捷体验。作为运河规划蓝图中的3座梯级枢纽，马道、乞石、青年则更是拥有众多世界第一的响亮名头。这里坐落着目前世界上在建规模最为宏大、气势最为磅礴的，也是上下游水位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运行时，马道枢纽的水位落差接近30米，其巍峨高度相当于9层楼高。其闸室内设有供船舶停泊的宽阔水域，长度可达300米，宽度为34米，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的总面积。这里还拥有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马道和乞石闸门的开启时间仅需1分钟，闭合则仅需要短短的30秒。闸室与省水池之间的灌泄水过程可被控制在16分钟之内完成，每小时能够通行6艘载重高达5000吨级的巨型船舶。这里还配备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马道乞石水利枢纽与普通船闸相比，能够大幅节省约60%的宝贵用水量，预计每年可节约的用水量高达惊人的10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足1000万个普通3口之家一整年的生活用水总量。当然，除了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宏大数字，以及那些史无前例、璀璨夺目的辉煌记录，这里更深深蕴含着一种择水而居的温暖与诗意。
毕竟，运河远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运输通道，它更是人们世代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在这里，开挖出来的每一方土石都会经过精心的多次剥离处理，剥离出来的肥沃表土会被用来填平沟壑与洼地，从而创造出万顷良田。剩余的砂石经过环保洗选处理，变身为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再次回归到船闸的建设工程中。在青年枢纽的旁边，一条长达480米的鱼道蜿蜒流淌在清澈的江畔，这是国内首条为普绒螯、蟹鳗等洄游生物精心设计的专用通道。它让因1959年建设清江旧青年水闸而失去洄游迁徙路径的鱼类，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等待与殷切期盼后，终于再次满怀深情地踏上了那日夜思念的回家之路。不仅如此，平陆运河沿线都预留了1公里的生态廊道，构建了多廊加多点的景观格局，包括河岸廊道、陆上廊道、水上廊道等，以保护沿线生物的多样性。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调侃，世界上最难的3件事情是既要、又要、还要。而在平陆运河的建设现场，这就是每一天的日常。难怪当郭帆被喊话去运河为《流浪地球3》取景时，会爽快地回应一句：必须的。这个世界可能再难找到如此科幻，但又如此现实的画面与场景。今年年底，平陆运河就将建成通航，预计到2035年，运河货运总量可达9550万吨，2050年将达到1.2亿吨。有人说，这会是广西逆天改命的天赐良机，也会是北部湾真正登堂入室，成为出海前沿的最后拼图。未来宏大趋势也许充满着变数，而我们更应该在意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互联网上曾流行着一个扎心的玩笑，大意是每一个广西人的成年礼就是一张通往广东的车票。而今天，随着平陆运河的逐步建设通航，这个通往远方的机会，广西终于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来广西看海，从广西出海，等了很久，代价很大，但很值，也很有必要。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希望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